最近，韩国空军一架战斗机在黄海上空执行任务时意外坠海，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此次坠海的战斗机属于韩空军第10战斗机联队第153战斗机中队，是一架 F4E 鬼怪战斗机。事发时，该机从水源基地起飞，执行训练任务，在返航途中发生事故。自从第一架 F4H1 原型机在1958年5月27日首飞以来，鬼怪已成为航空史上的一个传奇，总产量达到5195架，在各项战事中取得超过300次空战胜利，先后装备了美国、澳大利亚、埃及、德国、英国、希腊、伊朗、以色列、日本、韩国、西班牙和土耳其12个国家。韩空军最早于1969年开始装备 F4 系列战斗机，目前除 F4E 战斗机以外的其他型号均已退役。第153中队是韩空军最后一个仍在使用 F4E 战斗机的部队。按照计划，这些 F4E 战斗机将于2025年退役。作为第2代战斗机的典型代表， F4 系列战斗机曾经风靡一时，在越南和中东的天空创下惊奇时刻。该机是一种双座双发远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由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设计，曾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主力战斗机之一，也曾是美国空军雷鸟飞行队和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队的表演飞机。鬼怪于1956年开始设计研究，当时的战斗机设计思想是以飞行速度决定空中优势，对于研制新型多用途战斗机，主张以速度和远距离空战取胜，必须具有较大的航程，可以接受格斗性能的下降，尤其是在美国空军的眼中，机炮射程近，弹道平直，战术价值大打折扣。相反，射程远、智能化程度较高的空对空导弹才是未来空战的主导，这也成为了飞机设计师们研究第2代战斗机的主流思想。F4 鬼怪战斗机也在这样的设计环境下诞生了。F4 的原型机于1958年5月27日首次试飞，1959年开始进行航母实用性评估，1960年2月15日在美国海军独立号航空母舰上完成了第一次舰上起降。最初 F4 的使用客户仅有美国海军，美国空军并无兴趣，但是在美国国防部长的施压下，美国空军只能接受进行通用战斗机的评估作业。结果是 F4 几乎具有全面性的优势，被现实折服的美国空军在1962年1月向海军借用了2架 F4，暂时命名为 F110A 鬼怪。1962年9月，国防部长下令统合鬼怪的编号， F4 的海军型命名为 F4B， 空军型为 F4C。 首架空军型的 F4C 于1963年5月27日首飞，在第一次飞行中就突破了2倍音速。F4 战斗机座舱布局为串列布局，2套操纵系统，有弹射座椅，飞机头部相对下垂，保证以一定迎角飞行时的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对地攻击。F4 为全金属半硬壳式机身结构，机翼为悬臂下单翼，海军型的外翼可折起。F4 战斗机使用2台通用电气公司的 J79GE17 加力涡喷发动机，该发动机发展了多种改型，装备于多个型号的美军作战飞机。F4 机内总载油量7022升，腹下可挂一个2270升的副油箱，翼下可挂一对1400升副油箱，有空中加油装置，也可挂伙伴加油吊舱。F4 鬼怪战斗机机长19.2米，机高5米，翼展11.7米，空重13757千克，最大起飞重量28030千克，最大速度2.23马赫，巡航速度940千米每小时，最大航程2699千米，作战半径680千米。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的 F4 鬼怪战斗机承载着美军的希望飞抵战场，他们没有安装任何的机载航炮，而是清一色的装备了空对空导弹，包括雷达制导的麻雀中距导弹和红外制导的响尾蛇近程导弹。然而从战场上 F4 被击落的惨状，我们也不难知道，这样的部署给了美军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整个越战期间，美军因为各种原因损失的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加起来有8612架，其中3720架为固定翼飞机。在固定翼飞机中， F4 鬼怪战斗机是损失最大的飞机，总共损失了678架。那么到底是 F4 鬼怪战斗机的性能差强人意，还是空对空导弹不够靠谱呢？根据后来的数据显示，在发射的589枚空对空导弹中，命中的数量仅有59枚左右，10%的可怜命中
率让美军损失惨重。由此可见，越战中让美军损失了678架 F4，这个锅也不能完全让战斗机来背。所以在越战后期，美军才开始为 F4 战斗机挂装了外挂式机炮吊舱，直到现在，空对空导弹已经成了空战的主要武器。美军还是为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保留了机炮设计。改良后的 F4 战斗机共有9个外挂点，最大载弹量8480千克。机身下前后成对排列4个半埋麻雀空对空导弹挂架，后一对挂架也可挂载2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机身下中间挂架可以吊挂核武器、炮仓、2273升副油箱或多弹弹射炸弹架。机翼下内侧挂点可挂载1枚麻雀导弹或2枚响尾蛇导弹，也可以挂一个3弹弹射炸弹架。机翼下外挂点可挂1400升副油箱，或使用3弹弹射挂架挂载各种炸弹。F4 的武器还包括一门 M61A1 6管加特林机炮。携带了多样武器后，鬼怪战斗机在战场的表现才有所回升。事实上， F4 鬼怪战斗机共创造了16项飞行世界纪录，除了天空燃烧者行动外，所有的创造飞行纪录的飞机都没有经过改装。其中5项速度纪录直到1975年 F-15 英式战斗机出现之后才被打破。1959年12月6日，第二架 XF4H1 原型机爬升到30040米，打破了之前由苏联苏霍伊 T431 创造的28852米的原世界飞行高度纪录。1960年9月5日，一架 F4H1 创造了500公里闭合航线平均速度1958.16千米每小时的世界纪录。1960年9月25日，一架 F4H1 创造了100公里闭合航线平均速度2237.26千米每小时的世界纪录。1961年8月28日，一架鬼怪式在 4.82千米闭合航线低于40米飞行中创造了1452.8千米每小时的世界纪录。1961年12月22日，一架进行过改装的鬼怪式创造了飞行速度2585.086千米每小时的绝对世界纪录。除此之外，鬼怪战斗机在1962年初期还创造了一系列爬升高度耗时世界纪录。F4 战斗机的发展也衍生了多种型号。在空战中，鬼怪式的最大优势是它的发动机推力，这种优势使得一个技术优良的飞行员能够自由地加入和退出空战。这种重型战斗机的特长是使用雷达制导中距空对空导弹进行超视距空战，而在近距格斗战中，它的表现比不上敏捷的苏联米格战斗机。尽管在负翼横滚中，飞机很容易进入螺旋无法退出，但飞行员们普遍反映，这种飞机在其飞行包线内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1972年出现的改进型 F4E在机翼上增加了前缘缝翼，极大地提高了飞机在高速状态下的大迎角操作性。F4 从1958年量产至1981年停产，总产量5195架，目前仍是美国军机生产史上产量第一的超音速喷气战斗机。F4 曾经出口到11个国家，被美国空海军及其盟友广泛装备，成为冷战的标志之一。F4 战斗机参加了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美国宣称 F4 在东南亚取得了277场空战的胜利，对地攻击的次数更是不计其数。以色列宣称，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参战的 F4 取得了击落敌机116架的战绩。伊朗宣布，在两伊战争期间 ，F4 共击落84次各型伊拉克飞机。F4 战斗机的2倍马赫音速、大航程、大载弹量等性能，一直影响到美国的下一代战斗机。美国空军后来用 F15 鹰式和 F16战隼战斗机替代了 F4，美国海军则换装 F14熊猫战斗机和 FA-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FA-18的设计几乎完全继承了 F4，同时兼顾空战和对地攻击的思想。当前仍在使用 F4 系列战斗机的国家已经不多，目前全球范围内仅韩国、伊朗、土耳其和希腊仍在使用该型战斗机。航空军原计划退役 F4E 战斗机后，依托 F35A 战斗机和韩国自研 KF21 战斗机进行装备更新。不过，韩国新一代战斗机 KF-X 项目自2002年立项后坎坷不断，直至2021年4月，首架原型机 KF21 才下线。按照进度，韩国将于2028年左右采购40架 KF21 战斗机，2032年完成120架 KF21 战斗机部署。单从时间上来看，韩空军老旧的 F4E 战斗机还得再多撑几年。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